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每个靠古偶爆红的演员都有个正剧飞升梦。8月4日晚，第33届飞天奖的视帝视后，有2位80后演员王雷、热依扎分别摘得在飞天、金鹰、白玉兰3大奖中，飞天奖是电视领域的政府奖，这意味着年轻演员越来越受到主流题材的眷顾和肯定。在第33届飞天奖入围名单中，也出现了由黄景瑜、肖战、钟楚曦主演的《王牌部队》，赵丽颖、王一博等参演的《理想照耀中国》等作品。这些曾经凭借古偶大放异彩的演员，开始纷纷尝试起正剧角色。光在2025年，赵丽颖便出演了《幸福到万家》中勤劳的农妇和幸福，王一博挑战了《冰与火》中的禁毒民警陈宇，杨洋出演《特战荣耀》中的武警特战队员燕破月，赵露思在《胡同》中饰演解放初期的居委会主任田枣。就像互联网行业的35岁定律一般，转型正剧几乎成了古欧美男美女们职业生涯的必备选项。他们前仆后继地在正剧中露脸，甚至不惜放弃自己在古偶中的大男主、大女主，在正剧中为他人作配。然而，大部分演员却仍未通过正剧角色为自己的演技和戏路翻身，甚至在一群老戏骨的对比下，暴露出更多演技缺点。他们迷茫于自己被限制的荧屏形象，又在不知不觉困入了弃偶从政的尴尬之中。为什么古偶演员的转正困难重重？而弃偶从政真的是他们向外界证明自己唯一的出路吗？刚刚拿下本届飞天奖优秀女演员的热依扎，他们为何弃偶从政？作为底线的男2号，诚意却获得了比男1号靳东更多的关注。这部由最高法执导的法治案情剧，聚集了王劲松、张志坚、刘敏涛等众多老戏骨，也成为诚意凭借《琉璃沉香如屑》《沉香重华》等古偶剧爆红后，转战正剧的挑战之作。网友肥罗大电影称，据说诚意为了这个男2号的角色，拒绝了一部大热古偶的男主，虽表面看起来是损失，但也代表着他拓宽了都市剧、现实剧等正剧戏路，太值了。而在底线播出后，粉丝们也纷纷把诚意演员的可塑性等话题送上微博热搜。然而，对于诚意在剧中的表现，市场却褒贬不一。底线，诚意。最高法官微转载肥罗大电影的评价称，最令我惊讶的是诚意在正剧中的表演远比古偶剧更灵，原声台词出乎意外的好，人设有点皮，带着那种初入职场年轻人的傲劲儿，顶着瓜皮头说话欠欠的，和靳东师徒互动也有意思。但也有网友指出，诚意台词太出戏了，捏着嗓子，上嘴唇不动，断句也不对，太拉胯。目前，诚意的待播剧中还有红色题材的《迷局破之深前》，政法题材的《英雄无悔》，以及积压已久的《爱在风起云涌时》。可以发现，尽管转型存在争议，但已过而立之年的诚意仍在有意识地摆脱古欧美男的标签，逐渐向正剧角色靠拢。光彩杂志曾分析过古偶剧和正剧不同的创作逻辑。古偶剧虽然以古代为背景和特色，但关照的是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比如《梦华录》的故事背景虽然在，但却彰显的是女性独立和 girl helps girls 的现代价值观，剧中人也可以很轻易地被观众所带入。而正剧则更注重于还原故事与传递价值观，比如《大明王朝1566》就是依循历史的踪迹，还原过往人物的心灵世界和行为逻辑。观众与剧中角色有历史之隔，他们会带着品评的角度审视剧中人，不会轻易将自身带入。据此分析，从表演方式上来说，古偶剧要通过营造唯美意境和虐恋剧情，为观众带来浪漫想象，
那么演员只要把角色塑造的可爱、可代入即可。而正剧要通过还原真实故事和形象，满足观众戏剧审美的需求，那么演员便要彰显更多演技以及对故事底层逻辑的思考。当古偶演员已经获得足够多的粉丝向认可后，在正剧中拓宽戏路，获得更广泛圈层以及业内的认可，就成了下一步的目标。琉璃、程毅凭借《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的胡歌，通过《天外飞仙》《仙剑奇侠传3》等古偶剧冲到了一线小生的位置，但他却选择在事业巅峰期淡出市场，回到学校和话剧舞台。在 GQ 的采访中，他提到自己在2025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从以前被大家固定认知的所谓古装偶像小生的荧屏形象中跳脱出来，寻找更大的可能性。2025年，他带着《伪装者》中的明台琅琊榜中的梅长苏重回事业巅峰，不但站稳了一线男演员的地位，还被评价为偶像演员转型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胡歌之后，更多凭借古偶剧爆火的演员们也陆续踏上了转正之路。杨幂在《暴风眼》中饰演国安局侦查科科长安静，古力娜扎在《风暴5》中挑战信息安全员周子轩，任嘉伦在《蓝焰突击》中饰演消防战士李希成，迪丽热巴的待播剧中也有检察官题材的公诉精英。然而，对于古偶美女、古偶美男们的转型，同样有人持反对意见。求求程毅千万别再去演正剧了，别转型行步。为什么流量明星一定要转型正剧才是对的呢？生活够焦虑了，我就不想看那些现实的剧，就想看点虚拟的放松一下。正剧不缺好演员，更不缺演技好的，但是古偶缺啊。好不容易有个颜值可演技好的小生，咋没演2部又去扎堆正剧了呢？对于演员来说，从偶像剧到正剧似乎是一条已被验证正确的职业路径，但对于观众和行业来说，或许更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不是扎堆的低质量转型。转正为何困难重重？那么，为什么在古偶剧如鱼得水的演员，却在正剧中遭遇瓶颈？萤火娱乐制片人许鹏鹏告诉于理工作室，一个角色成功与否，不仅在于演员的演技本身，更在于演员与角色本身是否契合。写人物时，编剧通常要遵循3点：可怜、可信、可爱。角色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要有人性的闪光点。作为3界霸主，东方青苍出场便以大魔头的形象出现，但他却是个可怜的人，不但从小经历痛苦，还被首任父亲的梦魇折磨，不断的忍受背叛和孤独。同时，他还是个可信的人，拥有3界最强法力，让他足以有能力保护心爱的小兰花。最后，他是个可爱的人，虽然是3界第1大魔头，但在遇到小兰花之后，却暴露出了耿直、幼稚、中二的一面。本身性格调皮、可爱的王鹤棣，在《玉龙》中出演深情隐忍的龙王尉迟龙颜时，出现了极重的表演痕迹，被观众批评面瘫式演技。但在出演具有反差萌的东方青苍时，则更加自然灵动，圈粉无数观众。苍兰诀，王鹤棣。在实际选角中，许鹏鹏透露，除了考察演员的外形、气质、性格，甚至是价值观，也是重点的考察元素。所以在面试时，许鹏鹏经常会选择盲试，即不给演员人物小传和试镜片段，先坐下来聊聊家长里短。如果是感情戏，就聊爱情观、婚姻观；如果是家庭戏，就会聊家庭关系和代际差异；如果是古偶，就会把人物的现实原型剖析出来和演员去聊。比如魏璎珞就像整顿职场的00后，花千骨就像逆袭的小白，而长恒仙君就像班里成绩好、品德好、有责任心的班长。演员是非常会伪装的，伪装是一个中性词，就是你希望他成什么样，
他很可能就会变成什么样。在后面几个月的拍摄下来，他是否能展现出角色的方方面面，其实是不确定的。所以选角也是非常考验功力的。有一些小剧组看演员长得差不多，照着本子演一遍就可以，但最终拍出来一定会有问题。是否吃透角色和角色关系，对于演员的表演来说同样重要。很多古偶演员正剧转型失败，在于架空的古偶剧角色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表演模板，再加上原著支撑，即使表演脱离于现实，也不会让观众感到出戏。但正剧角色往往有现实原型，一旦演员本身与角色距离较大，并且没有充分吃透角色，就很容易显得格格不入。都市谍战题材的《风暴5》由凭借古偶剧爆红的古力娜扎和陈伟霆挑起大梁，似乎是为了突出两位主演的颜值，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对脸式镜头，然而暴露在观众视角里的却是两位主角一成不变的古偶式瞪眼表情，剧作最后也以 3.6 分收场。在这一过程中，导演同样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果是演员熟悉的角色，导演要更多地要告诉他们，这个角色和之前的经典角色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是陌生的角色，那么导演同样需要从零开始给演员讲戏，讲人物关系。有些导演会直接告诉演员，这个角色应该如何行动，比如一进门走3步摔一跤，说到哪句话的时候给对方一个巴掌，这样的表演方法相对快速有效。但优秀的演员会很反感，因为这代表演员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被固定成了一种模式。而优秀的导演会和演员讲这个角色的人物小传，和演员分析这个角色的身世背景，并启发演员自己去思考人物的行为举止。导演陈凯歌曾说，他选演员的时候从来不是戏，而是听演员谈自己对人物的理解，因为演戏就是在演人物关系，一旦关系理顺了，表演自然水到渠成。在《演员请就位2》中，何昶希和张艺杰表演的《陈情令》片段不到位，陈凯歌便把其中一段最能体现角色既为莫逆之交，又不得不绝交的台词拎出来，启发两位演员思考台词背后的底层情感逻辑。在梳理清人物关系后，演员的表演立刻有了长进。其实演员非常被动的，一部戏好，一个演员火了，不是演员一个人的功劳；一部戏不好，演员演得烂，也不是演员一个人的锅。许鹏鹏说，《演员请就位2》中，何昶希、张艺杰表演的《陈情令》片段，如何摆脱转正危机？古偶演员若想成功转正，或许先要转正的是心态。许鹏鹏曾听到有年轻演员说，自己演古偶拿出60分的演技就可以了，但他并不认为古偶和正剧存在着2套表演体系。世界戏剧3大表演体系中，包括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表演体系，布莱希特领导的柏林剧团表演体系，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艺术家群体表演体系。斯式体系强调表演要体现出人的天性，布莱希特主张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建立方法，而梅兰芳则讲求程式化体验与舞台艺术的结合。所有演员的表演体系基本都属于以上3种，表演方法也无外乎真听真看真感受。古偶的故事背景虽然架空于现实，属于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但角色本身却仍根源于已知的人类现实。无论是《花千骨》中的花千骨，《楚乔传》中的楚乔，还是《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无论故事的背景是架空的蜀山、乱世的西魏，还是当代的万家村，这些角色身上都有一种坚韧自主的精神，与演员赵丽颖身上的气质相契合。所以，既可以说是角色成就了她，也可以说是她成就了这些角色。花千骨、楚乔传、幸福到万家，赵丽颖。苍兰诀的世界观是假的，
但凡是人类写出来的剧本，一定是基于人类生活和情感出发的。小兰花是一个小仙子，但她所对应的人一定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她非常平凡，但却生性善良。她的能力很菜，但是她总是不服输。她不想被别人看到，但又非常希望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演员塑造小兰花，就一定要去跟天上的神仙比肩吗？不是。所以即便演古偶戏，同样也会要求演员在现实世界里真听真看真感受。许鹏鹏说，所以演员本身不应简单的把表演按古偶、正剧分类，而是都要用100%的努力去贴近、揣摩角色。我们作为制片方，如果为了省时间、保险，拍古偶就从演过古偶的那些演员里挑，出于商业逻辑考量是没问题的，但这并不代表就是正确的。千万不能把选角的窍门当作理论。苍兰诀，虞书欣饰演小兰花。更为优秀的演员是对于任何角色都有极高适配度的巨抛脸，这样的演员足以凭借极高的演技和热情，驾驭古偶、现代、主旋律等多种题材。《仙剑奇侠传》的李逍遥，《琅琊榜》的梅长苏，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周泽农，一个鲜衣怒马，一个深谋远虑，一个亡命之徒，均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在这些角色当中，胡歌自己的影子却越来越淡。《仙剑奇侠传》南方车站的聚会，胡歌在2025北京电视剧盛典、北京之夜上，曾在《人民的名义》等剧中有出色表演的吴刚说，好的演员会让观众忘却表演者，记住人物的名字。他愿意成为巨抛脸，成为一人一格的演员，一个角色，一个特点。为了与时代保持步速，吴刚透露，他已开始与更多2024后、2025后年轻演员合作，演出一些年轻观众喜爱的角色。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降维打击或后退，而是出于对表演本身的好奇与热爱。那么，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弃偶转正本不应该是目的，而是过程。无论是古偶剧还是正剧，每个角色背后都蕴藏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底色。好的演员同样可以通过古偶剧大放异彩，而没有准备好的正剧角色反而会让演员原形毕露。